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，关于一位北京的空姐小文，为了爱情追随台湾男友去了台北，结果同居第一天就后悔了。这故事简直是峰回路转，反转再反转，听完绝对让你们大开眼界。小文是我去年介绍的一位客户，今年28岁，在国内某知名航空公司做空乘工作。颜值那真是没得说，身高168厘米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，简直就是行走的招牌。更别提那气质，长期在国际航线工作，举手投足都透着大气和自信。丽姐，我真的好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啊。小文第一次来找我时就直接开门见山。怎么会呢？像你这样的条件，追的人肯定不少吧？我有些疑惑。小文叹了口气，追的人是不少，但都不是我想要的。那些富二代太花心，普通人又配不上我的生活圈，同行的机长航空员又都已婚或者年纪大了。我真的是相亲疲劳了。听到这话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。虽然小文条件确实很好，但这种别人配不上我的心态，怎么听着有点仙女本仙的感觉。但作为一个专业的红娘，我必须尊重每位客户的想法和需求。那你心目中理想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呢？我问道。有见识，有格局，温柔体贴，经济条件好但不张扬，最好是有留学背景或者能接受我的工作性质。小文不假思索地回答。好家伙，这要求听着怎么像是在点菜啊？但我还是认真记录下来，毕竟帮客户找到心仪的对象是我的职责。接下来的几次相亲，小文都不太满意，要么嫌对方不够帅，要么嫌对方话太少，要么觉得对方工作不够体面。我开始有点犯难了，心想这姑娘是不是真的太挑剔了？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一位台湾客户的委托，他叫陈俊杰，35岁，台北人，在一家跨国科技公司担任高管，年薪破100万新台币。他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往返两岸，希望能找一位大陆的女孩共度余生。看到陈俊杰的资料和照片，我第一反应就是，这不就是小文一直在找的类型吗？身高182厘米，气质儒雅，斯文有礼，经济条件优越，最关键的是他看起来特别靠谱。于是我立刻联系了小文，推荐他和陈俊杰见面，台湾人。小文听到后有些犹豫，丽姐，我们不是有文化差异吗？再说了，台湾那边经济条件也不怎么样吧？我当时就笑了，哎呀，你这观念可就太落后了。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文化差异哪有那么大？再说了，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很不错，人均 GDP 比大陆高多了。尤其是陈先生这样的高管，生活品质绝对是一流的。经过我的一番劝说，小文终于同意见面了。没想到这一见面，两人竟然是一见钟情。见面地点是在北京一家高级日料店，陈俊杰提前半小时就到了，还带了一束小文最喜欢的白玫瑰。小文赴约时看到陈俊杰的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了。他不像我以前接触的大陆男生那样急切，也不像那些富二代那样浮夸。他身上有种特别的温柔和儒雅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眼神却很坚定。小文后来这样描述他的第一印象，陈俊杰也被小文的美丽和大方所吸引。饭桌上他们聊了很多，从工作到兴趣爱好，再到人生观价值观，话题源源不断。丽姐，我感觉自己恋爱了。第二天小文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里满是兴奋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陈俊杰几乎每周都飞来北京见小文一次。他们去了颐和园看落日，去了故宫感受历史的厚重，去了798艺术区享受现代艺术的熏陶。每次约会，陈俊杰都会精心准备一些小惊喜，让小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浪漫。丽姐，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会照顾人的男生。他记得我所有的喜好，连我随口提到想吃的甜品，下次见面就会带给我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他竟然会织毛衣，给我织了一条超级漂亮的围巾。小文每次和我聊天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。但好景不长，陈俊杰的公司决定让他回台北总部工作，不再负责大陆市场。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异地恋的考验。小文，要不你来台北发展吧？
台湾的航空公司也很不错，以你的条件肯定能找到好工作。陈俊杰提议道。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，小文犹豫了。他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，有熟悉的朋友圈，父母也在北京生活。贸然前往台湾，意味着他要舍弃很多东西。这时，小文找到我寻求建议。丽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很喜欢俊杰，但我怕去了台湾会不适应。我能理解小文的顾虑。两岸虽同根同源，但在生活习惯、社会环境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异。而且小文从小在北京长大，突然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，确实需要勇气。小文，爱情有时候就是需要勇气和冒险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愿意为这段感情付出，那就大胆尝试。但前提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适应新环境需要时间和耐心。我真诚地告诉他。经过反复思考，小文决定辞去工作，前往台北和陈俊杰一起生活。临行前，我给了他很多建议，包括如何适应台湾的生活习惯，如何处理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等。丽姐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介绍，我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俊杰这样的好男人。小文临走前紧紧抱住我，眼里满是感激和期待。看着小文踏上飞往台北的航班，我心里既为他感到高兴，又有些担忧。毕竟异国恋情总是充满挑战。何况小文从小的成长环境让他并不是一个容易妥协和适应的人。在告诉大家小文为什么同居第一天就后悔了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文的成长经历，这对理解后面的故事至关重要。小文出生在北京一个中产家庭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家境优渥。但他的童年并不幸福，父母虽然都是知识分子，但家庭关系非常紧张。父亲脾气暴躁，经常对母亲大吼大叫，有时甚至动手。母亲性格懦弱，只会默默流泪，从不反抗。我记得小时候，爸爸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对妈妈发火，有一次甚至把家里的花瓶摔碎了，碎片划伤了妈妈的手，血流不止，而妈妈却只是一边哭一边收拾碎片，还安慰我说没事。小文曾经这样向我描述他的童年阴影。这种家庭环境让小文从小就对婚姻和家庭生活充满恐惧。他暗暗发誓，长大后绝对不要像妈妈那样委曲求全的生活。他要独立，要强大，要掌控自己的人生。上大学后，小文学习非常刻苦，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航空公司。成为空姐后，她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，但在感情方面却始终保持警惕，很难信任男性。我总是害怕重蹈妈妈的覆辙，所以对男生的要求特别高，可能也因此错过了一些好的缘分。小文曾经这样反思自己的情感状态，而陈俊杰的出现仿佛打破了小文心中的坚冰。他的温柔体贴、尊重理解，让小文第一次感受到了被珍视的感觉。也正是因为这份难得的感情，小文才鼓起勇气，决定前往台湾开始新的生活。来到台北后，小文的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。首先是语言上的障碍。虽然两岸都说中文，但台湾的用语和口音与大陆有很大不同。比如台湾人称呼洗手间为厕所，而在大陆，厕所这个词听起来有些粗俗。台湾人说好羞羞哦表示害羞，而在大陆，这种说法会感觉很幼稚。还有生活习惯上的差异，台湾人非常注重垃圾分类，几乎细致到极致。小文第一次倒垃圾时就被邻居指出了好几处错误，弄得他很尴尬。台湾的饮食也与北京有很大不同，更偏向南方口味，清淡少油。习惯了北京炸酱面、涮羊肉的小文一时难以适应。最让小文不适应的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。台湾社会整体氛围更为自由开放，人们的思想也更加多元包容。而小文在大陆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，让他在某些观念上相对保守。这些差异在小文和陈俊杰的相处中逐渐显现出来。尽管陈俊杰非常耐心地帮助小文适应台北的生活，但两人之间的摩擦还是难以避免。终于到了小文和陈俊杰正式同居的第一天。陈俊杰的家是一套位于台北信义区的高级公寓，视野开阔，装修精致。小文原本满心期待着浪漫的同居生活，却在第一天就遭遇了一系列文化冲击。
那天早上，陈俊杰的母亲突然来访，而且没有提前打招呼。在大陆，这种不请自来的行为可能会被视为不尊重，但在台湾的家庭文化中，这是很常见的亲密表现。俊杰，这就是你常提起的小文啊，果然很漂亮。陈妈妈热情地打量着小文，眼睛里满是审视。小文有些措手不及，匆忙整理了一下仪容，硬挤出一丝微笑。阿姨好，打扰了。什么阿姨呀，叫妈妈。陈妈妈直接纠正道，然后径直走进厨房。今天我给你们做几道拿手菜，看看小文喜不喜欢台湾菜。小文尴尬地站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在他的成长环境中，即使是未婚夫妻，也不会这么快就称呼对方父母为爸爸妈妈。而且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就要面对未来婆婆的检验。更让小文不适应的是，陈妈妈似乎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，随意翻看冰箱，整理厨房，甚至对小文带来的一些生活用品指指点点。这个牌子的洗洁精不好用啦，我待会儿带你去买我们台湾本土的品牌，比较温和。你们大陆女孩都用这么浓的香水吗？太刺鼻了啦。这个床单颜色太艳了，不适合卧室，会影响睡眠质量。每一句话都像一根刺扎在小文的心上。她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，父母虽然关系不好，但对她的教育和生活品质都非常重视。现在突然被一个陌生人否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审美，她感到非常委屈和不尊重。午餐时情况更加糟糕。陈妈妈准备了一桌台式家常菜，但几乎都是小文不太能接受的口味。卤肉饭太甜，炒空心菜太咸，连汤都放了她不喜欢的香菜。小文，多吃点啊，看你这么瘦，在台湾要多补充营养。陈妈妈热情地给小文夹菜，谢谢妈，我已经吃不下了。小文强忍着不适，勉强笑着回应。饭后，陈妈妈拉着小文坐下，开始询问他的家庭背景、工作情况，甚至直接问到了他的薪资水平和存款情况。在大陆，这些都是比较私人的话题，通常不会在初次见面时就直接询问。小文感到非常不舒服，但又不好直接拒绝回答。君杰说你在航空公司工作，现在打算辞职了吗？台湾这边的航空公司竞争很激烈的，你有把握找到工作吗？我还在考虑，可能先休息一段时间，适应一下这边的生活。小文小心翼翼地回答，休息？年轻人哪能休息啊？你们要结婚了，房贷车贷都是钱啊，俊杰一个人赚钱多辛苦。陈妈妈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赞同，小文感到一阵窒息。她看向陈俊杰，希望他能帮自己解围，但陈俊杰只是微笑着说，妈，小文刚来台湾，让他先适应一下啦。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小文心里更加失落。他期待的是伴侣的坚定支持，而不是这种敷衍了事的应付。终于，在一连串的轰炸后，陈妈妈离开了。小文瘫坐在沙发上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委屈。俊杰，你妈妈经常这样不打招呼就来吗？小文忍不住问道。是啊，台湾的家庭关系都比较亲密，父母随时来看望子女很正常啊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陈俊杰一脸疑惑。不是不喜欢，只是在大陆，我们通常会提前打招呼，给对方一个准备的时间。小文试图解释，哎呀，那多见外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需要这么拘束的。陈俊杰轻松地说，完全没有意识到小文的不适。小文深吸一口气，决定换个话题。你妈妈问我工作的事情，我其实有点担心在台湾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不用担心啦，实在不行你就在家做家庭主妇也可以啊，我养得起你。陈俊杰笑着揽住小文的肩膀，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小文头上。在北京，她是一名独立自信的职业女性，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。而现在，她的伴侣竟然如此轻易地建议她放弃职业，成为一个家庭主妇。俊杰，你知道我不是那种甘于平凡的人，我喜欢我的工作，我需要自己的事业。小文认真地说，但是小文，台湾的女性很多都是这样啊，结婚后就专心照顾家庭。我们台湾男人都很传统的，希望妻子能把家打理好。陈俊杰的回答让小文感到一阵失望。小文渐渐意识到，他和陈俊杰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，更是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上的根本不同。
就在这时，小文的手机响了，是父亲打来的电话，询问他在台湾的情况。通话中，父亲的语气充满了质疑和不满。小文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台湾那边条件怎么样？不会是骗你的吧？那边的男人都很大男子主义的，你这么强势能适应吗？爸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，您别担心。小文强忍着情绪回答。挂断电话后，小文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后悔和孤独。他坐在陌生的房间里，望着窗外陌生的城市，第一次感到如此迷茫。我是不是太冲动了？为了一段感情就放弃了在北京的一切？小文不禁自问。就这样，在同居的第一天，小文就深深地后悔了自己的决定。他开始怀疑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是否真的能经受住现实的考验。通过小文的经历，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婚恋文化的一些差异。首先是家庭关系的差异。台湾的家庭通常更加亲密紧密，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生活参与度较高。而在大陆，尤其是像小文这样在北京长大的年轻人，更加注重个人空间和隐私。其次是性别角色认知的差异。台湾社会虽然发达，但在某些方面仍保留着较为传统的性别观念。许多男性希望妻子能够照顾家庭，而在大陆的一线城市，越来越多的女性追求职业独立和自我实现。还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。台湾社会整体较为温和含蓄，人际交往讲究委婉，而大陆，特别是北京这样的城市，人们的性格更加直接爽快。这些差异看似微小，但在亲密关系中却可能成为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。小文和陈俊杰的故事正是这种文化差异下的一个缩影。那天晚上，小文辗转难眠，他望着身边熟睡的陈俊杰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白天的种种不适应和文化冲突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。他甚至悄悄打开手机，查看北京飞往台北的机票，想着是不是应该立刻逃离这个让他感到窒息的环境。我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仅仅因为一见钟情就放弃了在北京的一切。小文在黑暗中无声地落泪。第二天一早，陈俊杰起床后发现小文眼圈发红，关切地问道：怎么了，宝贝？昨晚没睡好吗？小文犹豫了一下，决定坦诚相待。俊杰，我昨天感觉很不适应。你妈妈突然来访，问了我很多私人问题，我觉得很不舒服。还有，我不想放弃工作成为家庭主妇。陈俊杰听后，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后认真地坐到小文身边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意识到这些会让你感到不舒服。昨天我只是随口一说，并不是要求你放弃工作。我很尊重你的职业选择。至于我妈妈，她确实有点热情过度，但那是因为她太喜欢你了，想要尽快接纳你进入我们家。看着陈俊杰真诚的眼神，小文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。给我一点时间适应好吗？毕竟两岸文化确实有差异，我需要慢慢调整。小文轻声说道：当然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其实我有个提议，或许对你会有帮助。陈俊杰拿出一份精美的邀请函，这是我公司下周举办的招聘会，有很多适合你的职位，而且看中的正是你这种有国际视野的人才。如果你感兴趣，可以去看看。小文接过邀请函，心里涌起一丝暖意。他意识到陈俊杰并不是要限制他的发展，而是尊重他的选择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文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努力适应台北的生活。他参加了陈俊杰公司的招聘会，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语言优势，成功应聘了一家国际航空公司的地勤经理职位，薪资待遇比在北京时还要好。同时，陈俊杰也在尽力帮助小文融入台湾社会。他带小文去夜市体验本土文化，陪他学习闽南语和台湾常用的网络用语，甚至主动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，让小文感到更加舒适。你知道吗？台湾人其实很包容的，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人情味。陈俊杰经常这样告诉小文，只要你敞开心扉，会发现台湾社会有很多值得喜爱的地方。小文渐渐发现，台湾社会确实不像他之前想象的那样。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实很高，人均 GDP 远超大陆很多城市。街道整洁有序，人们彬彬有礼，生活节奏没有北京那么快，但品质却丝毫不差。特别是在女性地位方面，台湾社会虽然保留一些传统观念，
但同时也非常尊重女性的个人选择和职业发展。小文在新公司里认识了很多事业有成的台湾女性，她们既能在职场上独当一面，也能平衡好家庭生活。台湾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男权至上的社会。小文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偏见。至于陈妈妈，在了解到小文的不是后，也主动调整了自己的方式。她不再不请自来，每次来访前都会提前打电话。她还特意学习了一些北京菜的做法，为小文准备她喜欢的炸酱面和京酱肉丝。小文，我不是有意要让你不舒服的。在台湾，妈妈关心儿媳妇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我知道你们大陆女孩子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会尊重你的。陈妈妈诚恳地说，这番话让小文深受感动。她开始理解，所谓的文化冲突，很多时候只是因为缺乏沟通和相互理解。其实台湾和大陆的文化源远流长，根本上是相通的。我们需要的只是多一点包容和耐心。小文在工作日志中这样写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文不仅适应了台北的生活，还爱上了这座城市的人文气息和生活节奏。他在工作中表现优异，很快就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和同事们的认可。而他和陈俊杰的感情也在这段适应期中变得更加深厚。他们学会了尊重彼此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，在差异中寻找平衡点。小文，谢谢你为我们的爱情付出这么多。一天晚上，陈俊杰深情地对小文说，我知道你放弃了在北京的一切来到台北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我真的很感动。小文笑着摇摇头，其实最初我确实有点后悔，觉得自己太冲动了。但现在我发现，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就在小文和陈俊杰的感情越来越稳定时，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平静。小文的妈妈突然生病住院了。电话那头，父亲语气焦急，小文，你妈情况不太好，医生说需要大手术。他一直念叨着想见你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小文顿时慌了神。他和妈妈的感情一直很深，尽管对父亲有诸多不满，但他从未怪罪过默默承受一切的母亲。我必须回北京看妈妈，小文立刻决定。令小文意外的是，陈俊杰不仅全力支持他的决定，还主动请假陪他一起回北京。你妈妈就是我妈妈，我们一起去，陈俊杰坚定地说。回到北京后，小文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，瘦弱苍白，心疼不已。母亲看到小文和陈俊杰一起出现，眼中闪过欣慰的光芒。妈，我回来了，这是俊杰，我男朋友。小文红着眼眶介绍道。陈俊杰非常有礼貌地向小文的母亲问好，并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，一条台湾著名的天然蚕丝围巾和一盒珍贵的高山茶叶。阿姨，您别担心，小文在台湾过得很好，我会一直照顾她的。陈俊杰温和地说。小文的父亲站在一旁，表情复杂地看着这一切。多年来，他习惯了用粗暴的方式掩饰自己的情感，很少有人能看到他内心柔软的一面。但在见到陈俊杰后，父亲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友好。特别是当他了解到陈俊杰不仅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稳定的工作，还特别尊重和支持小文的职业发展时，他的眼神中明显流露出赞许。年轻人，看得出来你很爱我女儿。父亲难得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小文从小就倔强，我一直担心她嫁不出去。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直接，但小文知道这是父亲表达关心的方式。住院期间，陈俊杰主动承担了很多照顾母亲的责任。他不仅帮忙跑前跑后办理各种手续，还用自己在台湾学到的中医知识为母亲按摩缓解疼痛。母亲手术很成功，恢复情况也比预期的要好。在北京停留的这段时间里，陈俊杰的体贴和责任感让小文的父母彻底改变了对台湾女婿的看法。小文，俊杰真是个好孩子，你跟着他去台湾，我和你爸都放心。出院前，母亲拉着小文的手，真心实意地说。回台北的飞机上，小文靠在陈俊杰肩头，感慨万千。俊杰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陪我回北京，我爸妈可能永远都接受不了我嫁到台湾。陈俊杰笑着捏了捏小文的鼻子，傻瓜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？我们是一家人啊。就这样，小文和陈俊杰顺利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和文化冲突。他们的爱情故事也传为佳话，
成为两岸婚恋中的一段佳话。1年后，小文和陈俊杰在台北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。婚礼上既有台湾传统的习俗，也融入了北京特色的元素。小文的父母专程从北京赶来，陈俊杰的亲友也都热情相迎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的牵线搭桥。婚礼上，小文穿着美丽的婚纱，特意来感谢我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俊杰，也不会有勇气走出舒适圈，来到台湾开始新的生活。看着眼前幸福的新娘，我由衷地感到欣慰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见证2个原本陌生的人跨越重重障碍走到一起，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小文，记得你刚来找我时说什么别人都配不上你？我笑着打趣道，现在看来是你和俊杰彼此成就了最好的自己。小文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是啊，那时候的我太过自以为是了。其实每个人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，关键是你能不能用心去发现。小文和陈俊杰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两岸婚恋虽然存在文化差异和适应挑战，但只要双方能够相互理解、包容和支持，跨越海峡的爱情同样可以开花结果。最后，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，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，才能让感情更加牢固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转发哦。